金圈太子爷被人下药，我意外成了他消火的解药，哪知我天生异运，一发即中。太子爷找到我时，闺蜜劝我打胎，让我别为了钱就出卖尊严。就在我准备拒绝时，突然听到腹中小奶团的心声，又是这个天崩开局！我这死蠢的妈听了毒闺蜜的话，拒绝了5000万支票，害我吃不饱穿不暖，最后还被我爸的白月光活活烧死。等等，太子爷要给我5000万支票，你早说啊！你要是做了有钱人的生育工具，那和物化自己的咯咯哒有什么区别？闺蜜话音刚落，小奶团的心声紧跟着出现。也就我妈这种蠢货会听毒闺蜜的话，连我爸掏钱的机会都不给，就把她轰走了。奶声奶气的，却骂得好难听。我一把推开聒噪的闺蜜，忙不迭拉顾启山进门。顾总，你刚刚说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顾启山面无表情拿出支票，先给你5000万安胎，只要你能生下健康的孩子，后续再给你5000万作为辛苦费。闺蜜嫉妒的面色涨红。苏菲菲，快把她赶出去，别让她用钱羞辱你。我看着支票吞了吞口水。我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靠着四处借钱才供我上完大学，能被5000万羞辱是我祖坟冒青烟，我凭什么要拒绝？虽然不知道上一世的我是怎么想的，可这一世我乖巧接过支票。顾总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保密的情况下把孩子生下来交给顾家。小奶团愣住了，我妈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要知道我爸是祖传弱精，能有个孩子不容易，而且顾老爷子特别喜欢女孩，只要我妈愿意配合，母凭女贵是迟早的事。闺蜜回过神，发了疯一样质问我，苏菲菲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居然为了钱出卖自己！见她想抢走支票，我连忙躲到顾启山身后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生下来，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好日子？闺蜜张牙舞爪扑上来，被保镖无情拖走。顾启山嫌弃地看了她一眼，这种朋友我劝你少来往。小奶团拍手叫好，老爸威武！哎，只可惜我妈脑子里全是水，拿出来烫火锅都没人愿意吃。宝贝别骂了，我听话还不行吗？我谄媚地笑着，点头如捣蒜。我明天就搬家，和狐朋狗友绝交，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看到顾启山满意地点头，我小心翼翼提问，如果顾总不介意，我可以把房子租在离你近的地方吗？这样也方便顾家人随时监督孩子的生长状况。顾启山拧眉打量我简陋的小屋，最后视线落在我的肚子上。收拾一下，搬去我家旁边的别墅，方便我妈时常见到你。说完还倚在门口，耐心地等我收拾行李。非凡的气质让我心脏砰砰狂跳，摸着肚子下定决心，这一世妈妈不仅要让你吃饱穿暖，还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拎着我那些破烂搬进了豪华别墅。每周去指定医院检查一次，会有最顶级的团队为你服务。躺在几10万的床上，我掐了把自己的大腿，原来不是在做梦啊，舒服的叹口气。正想着接下来只要吃吃睡睡就行，还以为我妈开窍了，结果一点都不懂未雨绸缪。等她胡吃海塞变胖，被顾家人嫌弃，被我爸白月光嘲笑的时候，看她怎么哭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我的女儿这么有上进心，我这当妈的也不能拖后腿，立刻上网报了最顶尖的孕妇瑜伽健身课程，还聘请专业的营养团队指导我的1日3餐。除了强健体魄科学瘦身之外，穿搭也要跟上。虽然我以前是个土包子，对怎么变漂亮一窍不通，但是我有钱啊，找来大明星御用的化妆师和造型师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。小奶团也很配合我，每天我睡他就睡，我动他也动。怀孕期间的各种难受完全没出现，每天都能睡个好觉，气色也越来越好。2周后，顾启山再次见到我，明显眼睛一亮，但他很快压住情绪，蹙眉警告我，我们之间是意外，你只需要好好生下孩子，不要妄想多余的事。小奶团哼了声，真能装。我妈作为我爸第一个女人，明明她也有心动。我勾起唇角，笑得淡然而疏离。顾总想多了，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不想给我的孩子丢脸。顾启山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中的怀疑掺杂着隐约的欣赏。正想说什么，身后传来爽朗的笑声。我刚和医院通完电话，听说胎儿发育情况非常好，产妇的各项指标也很优秀。顾夫人面容和蔼，上来就给我塞了个大金镯子。我公公、我丈夫和我儿子全都是试管来的，你要是能为顾家自然分娩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们顾家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看到顾夫人，小奶团十分激动。我的好奶奶，虽然我爸各种误会我妈，可奶奶一直对我妈很好。可惜我妈是个缺心眼，一想到她要假清高的把镯子扔奶奶脸上，我就无语。我尴尬到脚趾抠地。宝宝，妈妈上一世可能中邪了，但真不是缺心眼。顾夫人，身为一个母亲，就算没有这些，我也一定会对自己的孩子负责。何况顾总已经给我安排了那么好的环境，我实在没脸收贵重的礼物。原来孩子的妈妈是这么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孩子有您这么好的奶奶是他的福气，
以后把孩子交给您，就算我不能再见到他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你永远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们不会不让你见孩子的。我只是让你别妄想些有的没的，没说不让你见孩子。以后顾家你随时出入，不会有人拦你。我的妈妈怎么变得那么聪明了？据小奶团所说，上一世由于我几次三番拒绝顾家，还骂他们是恶心的资本家，导致顾夫人也看我不顺眼，这才把郑希言喊回国和我竞争。这次我主打一个让顾家省心，顾夫人也乐得和我相处，哪还有空搭理什么白月光。这次以后，顾夫人每周都会陪我一起产检，小奶团很配合，每次做 B 超，她都会把自己摆成最正的胎位，还会努力挥动胳膊跟奶奶挥手。医生们个个赞不绝口，这孩子简直是来报恩的，胎位这么正，顺产的时候妈妈都不用受苦，在肚子里就会打招呼，这聪明劲儿，以后绝对是人中龙凤。顾夫人被哄得美滋滋，每次产检完都带着我去血拼一番，见到好东西就想给我买。听小奶团说，独闺蜜因为嫉妒我，打算把顾启山被下药的脏水往我身上泼。防患于未然，趁着和顾夫人亲近，我反复提醒顾夫人，要尽快把那些给顾总下药的人找出来，我担心他们还会对顾总不利。顾夫人看我这么为顾启山着想，更喜欢我了。我在顾夫人的打扮下也变得一身富贵气，爸妈见了我都不敢认。本来说好怀孕这事要保密，可由于顾夫人的高调，整个京圈都在传顾启山要结婚生子了。就连以前那些嘲笑他弱精无根的谣言也跟着不攻自破。顾启山对此没说什么，只是来探望我的次数变得频繁。有一次来撞见我正在煲汤，他眼巴巴看着我，不说话也不走。我机灵的给他盛了一碗汤，不嫌弃的话就尝尝吧，比较清淡，应该对你胃口。顾启山迫不及待喝了一口，双眼放光的样子让我扑哧笑出声。价值20万的私房厨艺班真不是摆上的。从那以后，顾启山来的次数更多了。按照这个节奏发展，只要白月光不杀回国，我妈就可以稳稳拿下我爸了。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天我刚要出门，就被一个浑身顶奢的千金拦住。他高高在上斜睨我，你就是那个爬床勾引顾启山的贱人。还没等我看清对方的脸，小奶团发出尖锐报名。完蛋了，郑希言还是杀过来了。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最有杀伤力，我妈拿什么和他比啊？我虽然慌张，但也没有给郑希言装绿茶的机会，而是先发制人，捂着肚子连连后退。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，求求你别伤害顾总的孩子。嗅到我浓浓的绿茶味，郑希言的火气蹭地上来，他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将一沓照片砸到我脸上。贱人，装什么装？你耍的那些手段，我查得清清楚楚。根据小奶团的回忆，郑希言一直是可怜无辜的绿茶，只有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才敢欺负我。可这次看到我即将上位，他也顾不了太多，被逼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假装喘不过气，可怜巴巴的跪下。我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你了，要是打我能解气，你就打我吧。郑希言高高抬起手，我咬紧下唇颤抖。然而巴掌没有落到我脸上，反而听到了顾启山的怒吼。郑希言，你干什么？顾启山狠狠推开郑希言，急切地护住我。郑希言火冒三丈，你居然为了这个野鸡凶我！顾启山压根不理他，而是轻轻触碰我脸上的红印。你受惊了。看到顾启山不再无条件偏袒他，郑希言气急败坏。启山，我是担心你被人做局，所以特意赶回来的。你被下药这事很可疑，我找了最顶级的私家侦探调查，我怀疑整件事都是苏菲菲在背后操控的，为的就是用孩子逼宫嫁进顾家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难道我注定逃不过这盆脏水？攥住衣角，紧张的直冒冷汗。没想到顾启山眯起眼睛，一脚踢开地上的照片。这事我早就查清楚了，是我的竞争对手干的，那些人早被我扔进海里喂鲨鱼了。别告诉我你这趟过来，为的就是污蔑苏菲菲。冰冷的语调让郑希言有些错愕。我刚要松一口气，郑希言又不死心拿出另一叠照片。那也不能证明苏菲菲是好人。你看她以前玩得多花，甚至还跟黑人乱搞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你的。顾启山低头看到照片里的我跟好几个男人拥吻，面色瞬间阴沉。我头皮发麻，带着哭腔解释：我不认识这些人，这些照片都是合成的，我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。郑希言趁机挽住顾启山的胳膊，耀武扬威。谁信啊？我才不信有人真的能睡一觉就怀上孩子。想证明自己，那就跟我去做亲子鉴定。看到顾启山绷紧下巴，并不表态，我委屈而倔强地看向他。好，反正孩子已经6个月，可以做穿刺了。我愿意用亲子鉴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只是，倒是就算证明孩子是顾总的，我也会远离顾家，不会再打扰您和郑小姐。郑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从未肖想过不属于我的东西。懂事的发言，
加上强忍眼泪的样子，楚楚可怜，惹得顾启山一阵心疼。郑希言恨得牙痒痒，又不能拿我怎么样，眼睁睁看着顾启山抱着我冲去医院。亲子鉴定的事惊动了顾家所有人，连顾老爷子也连夜从林氏赶来。他拄着拐杖在医院怒斥顾启山胡闹，我挡在顾启山面前。老爷子，不怪顾总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等做了鉴定，外面也能少些困扰顾总的流言蜚语。顾启山眼中满是不忍，顾夫人更是心疼地不停擦眼泪。我们顾家什么时候怕那些流言蜚语了？6个月做亲子鉴定很伤身体的。小奶团却和我立场一致，我不怕，赶紧扎我一针，这样才能让白月光变成黑米饭。在郑希言得意洋洋的笑容中，我忍着疼接受了穿刺，扶着腰一瘸一拐走出病房，却看到郑希言拽着顾启山扬长而去。顾启山回头看了一眼，被郑希言强行拉走。没想到爸爸是这种狗男人，妈妈都流血了，他居然看都不看一眼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必须看到爸爸追妻火葬场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不仅心中忐忑不安，甚至还有些自我怀疑。就凭我，怎么可能撼动白月光的地位？也许我的宝宝注定没法和我一起成为人间富贵花。内心的失落让我一夜无眠。隔天，顾夫人念在我受了委屈，亲自把我接到顾家，说要给我好好补补。顾启山看到我虚弱的模样，眼底闪过愧疚。苏菲菲，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。不等他说完，郑希言突然举着一份文件冲进顾家。我拿到报告了，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果然不是顾启山的。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我和小奶团同时发出尖叫。这不可能！见我吓得神情呆滞，脸色惨白，郑希言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用文件啪啪扇我的脸。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攀上顾家这根高枝？野鸡永远是野鸡，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。我就知道一切都是你别有用心的阴谋。幸好我赶回来替顾启山扒了你的皮，否则还真让你得逞了。我膝盖发软，控制不住的要栽倒时，顾夫人眼疾手快扶住我，她一改平时温柔和善的样貌，目光狠厉的吓人。希言，你这个报告从哪里拿来的？当然是从鉴定机构啊，我特地付钱加急弄来的。郑希言理直气壮翻开报告，展示在众人面前。你们看清楚，苏菲菲的孩子和顾启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看到那一排清晰的字，顾启山整个人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顾老爷子蹙紧眉心，脸色也是阴晴不定。四周围的佣人们见状，立刻帮着郑希言一起嘲讽我。一个靠卖肉上位的新姬女，怎么跟我们郑小姐比？更何况卖肉还失败了。顾少最恨别人欺骗他，我等着看这只野鸡的下场。郑希言傲慢地扬起下巴。苏菲菲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。说完就怂恿顾启山，让他立刻把我轰出顾家。还有你给他挥霍的那些钱，让他一分不少的吐出来，否则就告他诈骗。可顾启山却诡异地僵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那若有所思的深邃眼神让我头皮发麻。他不会真的要对我那么狠吧？一片死寂中，顾夫人拍了拍桌子，厉声质问：我是亲子鉴定的委托人，付钱的也是我，为什么我还没收到消息，你就先拿到了鉴定结果？郑希言没想到顾夫人这么明辨是非，逻辑通顺，他顿时乱了阵脚。那个确实有人放到我家门口的，我以为是私家侦探替我先拿到了结果，所以也没仔细核对，就先来告诉你们了。眼见顾夫人气场全开，郑希言瞬间变脸，那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。他跑到顾启山身边，眼泪说来就来，这演技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。我这么忙前忙后都是为了你，你说句话呀。我不会害你的，反而是苏菲菲一直在利用你。顾启山冷冷地把手臂抽出来，看了一眼旁边欲哭无泪，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我，又低头仔细查看那份所谓的报告。没一会儿，他就冷静地发现了其中的异常，语气甚至带着一丝嘲讽：这份公章没对齐，字体模糊，而且也没有编码，明显是假的。郑希言惊讶地抽了抽嘴角，大概是没想到顾启山眼神这么好。顾启山神情严肃，和顾夫人对视一眼后，立刻叫来助理交代了几句，空气安静的可怕。几分钟后，助理拿着电话向顾启山确认，声音清晰地传遍全场：顾总，机构确认还在比对血液样本，结果要后天中午才能出。实锤了。顾夫人不悦地瞪了郑希言一眼，那眼神如同在看一团垃圾。以防万一，到时我们亲自去机构候着，现场揭晓结果，也避免有心人再陷害菲菲。郑希言顿时面红耳赤，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缓解。我肚子里的小奶团高兴得恨不得马上蹦出来。难怪刚刚太爷爷和爸爸都不说话，原来他们早就看出事情不对劲了。
白月光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虽然小奶团在欢呼，可我心中的石头并未落下。郑希言这种段位的白月光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何况，就算顾家人当场拆穿了郑希言作假，可她是顾家世交的女儿，是顾启山的青梅竹马，更是身价上亿的千金大小姐。而我，一个没名没分的普通人，就算真的被冤枉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能咽下眼泪，像个小丑一样安静地退到一边。见我死死埋着头，表情惶恐不安，顾夫人满眼心疼，拉着我就要回房间，完全无视了旁边的郑希言。好好的一顿饭全被毁了。菲菲，你今晚跟我睡，我晚点喊2个米其林大厨来单独为你做一顿饭。他不耐烦地看着郑希言，那一丝仅存的世交情分，看来是彻底耗尽了。郑希言生怕我给顾夫人吹枕边风，竟然厚着脸皮凑上来，这心理素质我是服气的。伯母，我也是为顾启山好，看到报告想都没想就来了。我不是故意拿假报告来骗人的。说着，他竟然一跺脚，手一伸，直接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谁知道是不是这个苏菲菲故意设局害我？搞不好就是她自己弄了个假报告，然后骗我搞出这场乌龙。这样一来，她又变成了受害者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心疼她。伯母，你这么聪明，千万不能被她欺骗呀！顾夫人眸光一暗，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名为生气的表情，那是常年身居高位的威严。不等她发作，顾启山先怒气冲冲挡在我身前，像一座大山隔绝了所有恶意。郑希言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郑希言被顾启山吼得一愣，眼泪挂在睫毛上，显得滑稽又可笑。顾夫人失望地摇头，语气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希言，我真没想到你以前的善解人意都是装的，是我看错了你。说完，她直接牵着我的手，对着满屋子的佣人厉喝一声：菲菲才是我未来孙子孙女的妈妈，刚刚那些帮着郑希言说话的，今天就从顾家滚出去，我看郑家更适合你们。这霸气十足的一嗓子，吓得刚刚落井下石的佣人们一哆嗦，当场跪了下来，哀嚎一片。顾夫人气不过，转头跟一直沉默的老爷子念叨：要不是启山他爸在国外赶不回来，家里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些外人胡作非为？老爷子也是连连点头，尤其是看到我从头到尾不争不闹，又体面又本分，顾老爷子对我的印象分简直暴涨。希言，我是看在和你爷爷的交情份上，把你当成我的孙女在宠。要是伤害到我真正的家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顾老爷子的话分量极重，郑希言不甘心地咬住下唇，却还是只能悻悻闭上嘴。其实顾夫人能这么照顾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可小奶团一心想看顾启山追妻火葬场，为此居然狠心踹了我一脚。妈妈，对不起了，我也是为了帮你呀。这力量十足的一脚，痛得我惨叫一声，两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原本我的体质没这么差，可昨天刚做了穿刺，加上一夜未睡，再被郑希言搞得情绪起起伏伏，坐过山车，如今这么激烈的胎动，我确实承受不住。昏昏沉沉间，我似乎被搂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模糊的视线中，我似乎看到顾启山惊慌失措的神情，他紧紧抱着我，青筋暴起，大喊：快叫救护车！郑希言，菲菲和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一向从容的顾夫人也急得直抹眼泪。我早说了，穿刺很伤身体，不能做，不该做，儿子你糊涂啊！为什么不阻止菲菲？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你相信菲菲？要不是你存心偏袒郑希言，纵容他搞出这些乱子，菲菲哪用得着受这种苦？顾夫人的一番话，无疑让顾启山更加愧疚。彻底昏死前，我只听到小奶团咯叽咯叽的笑声。嘿嘿，这把追妻火葬场稳啦！再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顾启山写满愧疚的脸。看到我睁开眼，他甚至忘了一直以来的分寸感，急忙握住我的手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我这就叫医生。我茫然的摇摇头，下意识先看向自己的肚子。还好，我的小奶团还在。小奶团感应到我醒来，也立刻扑腾。妈妈，对不起啦，我这一脚确实踢得太重了，居然害你整整昏睡了2天。虽然你没看到爸爸这2天的表现，但他对你的关心我都看在眼里呢。这2天发生了好多事啊。小奶团这边嘟囔着，顾启山也同时跟我娓娓道来。亲子鉴定报告今天上午已经出了，我们全家亲自到场去拆封的结果。我心中一沉，紧张的都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好在顾夫人及时推门而入。我早就说过，没必要怀疑菲菲害菲菲和孩子白白吃了那么多苦。鉴定结果不仅确认孩子是顾家的，而且还说有很大概率是个女孩。顾夫人喜不自胜，像妈妈一样抚着我的额头。这次是我儿子做错了，老太爷为了迎接他的曾孙女，顺便向你表达歉意，已经提前买了一栋楼。等我孙女出生，这就是她的出生礼物。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，我没听错吧？一栋楼，也就是说
我的小奶团以后什么都不干，光是收租就能尽享荣华富贵一辈子，我这个妈妈肯定也能跟着沾光。突如其来的大礼物让我一下子血压升高，恍恍惚惚又要晕过去。关键时刻还得是小奶团靠谱，她轻轻扒拉我一下，提醒我：妈妈这也太没出息了，一栋楼就要晕过去，那以后爷爷奶奶送我卫星的时候，他不得吓死啊！我艰难吞咽口水，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。顾夫人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谢谢你们给这个孩子这么好的生活，我这个做妈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，谢谢。看到我挣扎着想爬起身鞠躬道谢，顾启山都忍不住微笑，见我不好意思地抽回手，他眼眸一暗，毫不犹豫地紧紧将我抓牢。顾夫人神秘地笑笑，拍了拍我俩紧握的手，一家人别这么客气，这就把我当一家人了，不打算用1亿打发我了吗？你能怀上我儿子的孩子，说明你们之间有很深的缘分，这都是天注定的。你和我们顾家之间的牵绊肯定比想象中还要深。空气变得莫名暧昧起来，我的耳朵也悄悄红了。升温的气氛中，顾夫人正想偷偷离开，病房门却被人一脚踹开。只见一位长者在保镖的簇拥下走进病房，身侧还跟着一脸气愤的郑希言。顾夫人，你糊涂啊！这女人爸妈就是个种地养猪的，这种下等人没资格攀上顾家。说着，郑老爷子骄傲地拉过郑希言：我孙女才是和顾启山门当户对的妻子，顾夫人，只要你同意联姻，我孙女也会大度地领养这个孩子，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，视如己出。要是你们执意选择这个女人，那我们郑家和顾家的合作即日起全面取消。这个白月光也是够的了，以前高高在上地端着，把我爸当成舔狗一样耍，现在看我爸要和我妈在一起了，不仅玩下三滥的手段陷害我妈，居然还搬出大家长逼婚，以为这样我爸就会屈服吗？殊不知他越是作，他在我爸心中的滤镜就碎得越彻底。更何况我的爷爷奶奶都不是好欺负的，还拿取消合作来威胁，简直笑死人。听小奶团这么说，我高高吊起的心瞬间也轻松放下了。确实，顾夫人不是等闲之辈。顾启山在商场上素来杀伐果断，哪是能容得下别人吆五喝六的？这郑希言搬出爷爷来逼迫顾启山，等于是在加速毁灭两人之间的关系。不过这里轮不到我说话，我一副受惊的样子，缩进被子，露出一双眼睛，准备看戏。顾启山却以为我被吓到了，帅气的脸一下拉得老长。谁允许你们擅自进来的？你们吓到菲菲和孩子了。保镖呢？花钱请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要是连这种闲杂人等都拦不住，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。顾启山中气十足的吼声充满压迫感，吓得门外的保镖纷纷冲进来道歉。顾总，对不起，因为他们说是您的未婚妻和商业合作伙伴，我们不敢。我再通知你们一次，苏菲菲现在是顾家的最高优先级，所有事都以她的安全和健康为主。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任何人想骚扰苏菲菲，一律给我就地拿下。顾启山压根没回应郑老爷子的话，而是用这个指令来传达自己的态度，他就是要把我留在顾家。你们郑家和郑希言，我不放在眼里。顾夫人对顾启山的做法满意的点头，郑老爷子和郑希言却被气疯了。顾启山，这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们家和你们家可是世交啊！我和你15年青梅竹马的感情，难道比不过这么臭种地的乡巴佬？我眉头一皱，忍不住开口。我和爸妈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，我们勤劳踏实，不偷不抢，为什么要侮辱我们？种地不丢人，养猪不丢人，穷也不丢人，但是仗着有钱却高高在上羞辱劳动人民，真的很丢人。这还是我第一次露出凌厉的一面。顾启山原本脸色难看，可看到我主动站出来反击，他的嘴角浮现笑意。郑希言看到顾启山对着我一脸柔情，气得嘴都歪了。顾启山，你个骗子，你说过会等我一辈子的。顾启山厌烦地瞟了他一眼。郑希言，这么多年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不，你只是享受被追捧的快乐。我早就厌倦了你吊着我的把戏，如今发现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个善良的人，我对你只剩厌烦。在我讨厌你之前，我希望你安静离开。看来得不到的白月光也不过如此。顾夫人更是强势出面，亲自了结这场闹剧。郑希言，你用假的亲子鉴定污蔑苏菲菲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居然敢上门挑衅！你这么无理取闹，霸道下作，绝非我儿子的良配。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郑家要是想取消合作也请便，反正你们的位置早就有无数公司想取代了。送客，不许让任何人打扰我儿子和儿媳妇约会。儿媳妇，我红着脸懵住了。小奶团喜极而泣，虽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追妻火葬场，但妈妈直接得到了婆婆的认可，我这一脚也算是没白踢。就这样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顾启山就诚挚地拿出一枚戒指。我原本也觉得我只需要孩子，不需要你，可这些天和你的相处，接你运动，陪你产检，和你一起做饭吃，
让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。那天看到照片，同意亲子鉴定，其实也是因为我吃醋了。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男人。顾启山虽然脸都红透了，可眼神坚定。让你受苦都是我的错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身份，让我以后可以好好保护你。你愿意吗？原来这些现实中的霸总还是很有礼貌、很尊重人的吗？明明应该是我绞尽脑汁问顾启山要个身份，可顾启山压根没让我开口。看来这些天没白卷。我羞赧地点点头，下一秒顾启山就迫不及待给我套上了戒指。就这样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，顾夫人就对外高调宣布，她儿子马上要举办盛大婚礼，顾家还要迎来第一个自然分娩的小公主。老顾总专程暂停国外的业务，准备回来亲自主持婚礼，还说要等孙女生了再继续出国。顾老爷子更是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，天天和顾启山商量要给孙女置办什么礼物。然而没安稳2天，网上突然大面积爆出我的身世，无数媒体涌到我的老家，偷拍我爸妈种地干活的样子，嘲笑我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野鸡。我急得想带着8个月的身孕回去见父母，不料顾启山一早就贴心的把我父母接了过来，我哭着扑到他们怀里道歉，他们却笑呵呵的。咱老老实实种地不丢人，不哭啊！爸爸妈妈到时给你包个大红包，让你做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。爸妈的善良乐观得到了顾家所有人的欣赏，老顾总立刻出手查封并起诉侵犯我隐私权的账号，顺便揪出了幕后黑手。果不其然，又是不死心的郑熙元搞出的事，这下惹火了顾家。顾启山带头和郑家决裂，还警告他们，要是再敢惹是生非，我不介意让你们郑家破产。一时之间，我成了人人艳羡的豪门传奇儿媳。这种地的真好命啊，居然让她逆袭成了顾太太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。不过看照片，她确实精气神都很好，很少见到体态这么匀称健康的孕妇。那可不，虽然小奶团已经8个月，但我和她并没有懈怠，还是一心当卷王，每天各种运动一点都不落下。与此同时，我还主动报考了金融方面的证书，为以后能辅佐小奶团接手顾家产业做准备。看我这么有上进心，这么积极，顾夫人更喜欢我了，直接宣布等我出了月子就去公司担任总经理，卷到最后应有尽有。领完证，穿上婚纱的那天，我紧张地握住顾启山的手。你说，万一有人趁我们不注意，偷偷跳换我们的孩子，搞出什么真假千金的狗血戏码怎么办？顾启山总是被我天马行空的想法逗笑。那我就找50个保镖盯着宝宝，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我和小奶团同时松了口气，防住了想换掉他的恶毒保姆。接下来又要应对新的难题了。卷王虽然已经成功，但人间富贵花还得居安思危，继续努力呀。各大媒体竞相报道。我是著名餐厅苏香居昨日出现天然气爆炸事件，目前已造成1死3重伤，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。母亲用积蓄开了新的店，清斋坊。这家店只卖一道菜，莲藕玉子烧，味道独特，很快吸引了不少食客。我穿着旗袍，脸上蒙着薄纱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安静地给客人上菜。老板，你这莲藕玉子烧味道真是一绝。可不是嘛，太好吃了。你不觉得这个老板和半个月前出事那家苏香居的老板娘有点像吗？苏香居就是那个爆炸的店，是有点像哦。是啊，太像了。不过人家蒙着脸，估计也不想被人认出来。食客的议论声传到我的耳中，我没有接话，转身时向他们微微颔首。我掀开珠帘走进后厨，母亲正背对着他，在案板前忙碌。月儿，今天的莲藕玉子烧，食客们还喜欢吗？很好，妈，他们都很喜欢。月儿，把莲藕拿过来，准备明天的食材。好嘞，妈。我家饭馆的酥肉远近闻名，做法更是传女不传男。所有进入后厨的女性必须赤着上身，洗净双手，将身子尽数隐在纱帘下。不少人都说吃了我家的酥肉如同吞了回春丹，靠着一盘小酥肉，我们母女2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可就在我满心欢喜的要接过母亲的衣钵时，她却说：“你看老板娘那身段，哪像是快50的人？这酥肉真是神了。”可不是嘛，跟吃了回春丹一样。神个屁！我决定搞清楚酥肉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趁母亲去前厅，溜进后厨，藏进一个巨大的橱柜里。厨房里空荡荡的，案板上、灶台上没有任何食材。怎么会没有食材？那每天卖出去的酥肉是哪里来的？这时，母亲走回后厨，神情肃穆，像在举行某种仪式。母亲走向空无一物的案板，解开衣领的扣子。母亲将褪下的衣服挂在挂钩上，手背到身后，准备解开内衣。母亲的动作突然顿住，头转向陈月藏身的橱柜方向。月儿，你在厨房吗？陈月在橱柜内瞳孔皱缩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全身剧烈颤抖。母亲的厚底皮鞋在瓷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不许偷看妈妈做菜吗？母亲的脸出现在柜门缝隙前，她猛地伸出手，拉开了陈月隔壁的空柜门。母亲没有发现我，趁着母亲转身，我从橱柜里爬出，冲向后厨的窗户。就在我翻窗时，一脚踢翻了墙角的木桶，从木桶里流出鲜红色的液体。我来不及细想，跳窗逃走。当我绕回前厅，撞见一个王姓食客在对母亲动手动脚。老板娘，今天酥肉供应不足，是不是欺骗消费者？你一个寡妇做生意不容易，不如陪哥哥聊聊。你找死！我正要冲上去，被母亲拦下。她用眼神示意我去后院。我冲食客冷哼一声，愤愤地回了后院。母亲一声令下，我双腿便不争气地跪在地上。你今天去了后厨？我低着头，紧咬嘴唇，不知作何解释。但既然母亲之前没有抓到我，现在也许也只是诈我。我低着头，不肯回答。我早就说过，将来会把手艺传给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心急？我只是好奇。母亲扬起手，下一秒，我的左脸钻心的疼痛，只能听见耳朵的嗡鸣声。今天就是你害的店里没有酥肉供应。可是厨房根本就没有食材啊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对上母亲晦涩不明的目光，犹如一道深渊拖着人下坠。若你将来想学这门手艺，就不要再进后厨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进过后厨。转眼就到了我18岁成年这天，店铺打烊后，母亲看着我：月儿，你成年了，还有半个月，这家店交给你。真的吗？可我连家里的酥肉都没有吃过。你急什么？母亲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今后还不是随便你怎么吃？我低下了头，脸上又红又臊。母亲的下一句话却更是让我的脸红得发烫。接手这家店之前，先去找个男人。我想要继承家产，条件竟然是先带一个男人回家。我猛地抬起了头，母亲的神色不似玩笑。你不是在学校谈了男朋友吗？带回来看看。我知道母亲说的是许晨阳，但我们2个月前才吵了架，到现在还没有和好。他还没来吃过酥香居吧？如果他来尝过，就不会再和你分开了。此刻的我甚至都来不及质疑母亲的话语，心中登时升起一丝希意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母亲这话里真正的含义。临睡前，母亲破天荒地来到了我床边，再一次叮嘱我，下个周末前一定要把人带来尝尝酥香居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继承这家店。没等我问出心里的困惑，母亲就站起身离开了房间。我家的酥肉888一盘，是许晨阳那种穷学生根本消费不起的价格。第二天，我满心欢喜到了许晨阳宿舍楼下，看到的却是他和系花崔婷婷搂在一起的背影。他的手覆盖在崔婷婷的后背，轻声安慰她。2个人对视后旁若无人的亲吻。婷婷，你给我点时间。陈月家里开的酥香居1年赚几百万，等我拿到了那家店，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崔婷婷点了点头，2人又腻歪了许久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等崔婷婷走远后，许晨阳掏出手机点了点，我口袋里的手机立刻发出了震动声。刚才忙，什么时间吃饭？我关闭手机，绕了一圈，从另一边走到了许晨阳面前。月儿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过来。怎么了？不想我出现？怎么会？冷战这么久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今晚吃完饭可得好好补偿我。想我？是在崔婷婷火热的时候想起来的吗？不过我把话咽了下去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月儿，今天怎么想着去你家吃呀？酥香居不一座难求吗？10分钟前，许晨阳还在亲吻另一个女人，密谋夺取我家的产业。现在他却在我面前扮演深情男友。月儿，今天怎么想着去你家吃饭？我家的店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许晨阳眼中闪过一道贪婪的光。那感情好，我早就想尝尝阿姨的手艺了。上个月，我告诉他，我妈还年轻，还能再干10几年，我不着急接手。他当时失望的表情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不过，我妈说这家店半个月后就让我接手。真的？刚好快毕业了，省得我再投简历找工作。所以这次去你家吃饭，是阿姨想见我了。好好表现，我妈可是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带你来吃饭。放心吧，宝贝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宝贝，他之前可从来没这么叫过我，额头上的触感让我感到恶心。我知道许晨阳家庭条件一般，但他学习刻苦，这是我一直欣赏的地方。可惜最后他还是把主意打到了我的钱包上。我跟我妈说一声。陈月打开手机，输入消息，点击发送。当我带着许晨阳来到酥香居时，门口已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。许晨阳一进店就被墙上回春酥肉888一份的烫金字帖吸引。月儿，你家的酥肉到底为什么卖这么贵？没听说过吗？我家的酥肉堪比回春丹。真有那么厉害？一份酥肉罢了，难不成是仙丹？是不是仙丹，你等会尝尝就知道了。陈月看向后厨，有一个女人剪影，那是母亲的身影。许晨阳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脸上一红，急忙低下头，眼角余光却还在偷瞄。贪财又好色，他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月儿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你家生意这么好，我只是……阿姨她不会看不上我吧？他又开始用自卑包装野心，试图用愧疚绑架我。过去我总会心疼，现在只觉得可笑。所以你更要努力赚钱，才能配得上我。
说白了，你还是觉得我穷，配不上你。为了这份家产，他的骨气撑不过3秒。3、2，月儿，别生气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帷幔被掀开，母亲穿着翠绿色修身旗袍走出，把一碟炸得金黄的酥肉摆在了我们面前。阿姨好。许晨阳愣住了，满脸通红。细看，母亲竟然比上个月更年轻了，和我站在一起，越来越像姐妹。时刻的风化竟变成了真的。母亲她身穿翠绿旗袍，皮肤在灯光下白得发光。许晨阳看直了眼，站了起来。阿姨真年轻，这孩子嘴还挺甜。总听月儿提起你，今天请你来尝尝阿姨的手艺。我什么时候总提她？母亲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母亲将桌上唯一的乌木筷子递给许晨阳，他连忙双手接过。谢谢阿姨。许晨阳夹起一块酥肉，伸到陈月嘴边。他在家吃腻了，你吃。我不明白母亲的做法，但此刻也乖巧地配合母亲点了点头。这么好吃还能吃腻？那我不客气了。许晨阳把筷子放进了自己嘴里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您家的酥肉果然不一般。慢慢吃。母亲一笑，走回珠帘后，许晨阳凑到我耳边。月儿，你家酥肉是什么肉做的？感觉和平时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许晨阳只当我是不愿意告诉他，笑了笑也没再追问。转眼，母亲换了一件衣服从厨房走了出来，坐在了我们对面。月儿快毕业了，马上要接手这家店，你愿意过来帮他吗？当然愿意了，阿姨。我之前还和家里人商量，毕业了就和月儿结婚呢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？想给你个惊喜嘛，宝贝。那这家店以后就交给你们俩了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月儿的。吃完酥肉，我送许晨阳回宿舍，他却拉着我的手朝酒店走去，说要试试那酥肉有没有让他回春。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，可不能浪费了阿姨的回春丹。我虽然觉得他恶心，但也好奇酥肉的效果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食客，他们都咬定着我家酥肉有不同寻常的魔力。浴室传来水声，我打开了许晨阳的手机。怎么样了？见到他妈了吗？店能拿下吗？稳了，他妈亲口答应把店交给我们了。向上翻阅，除了2人腻歪的话语，就是密谋如何拿走我家苏香居。我气得恨不得撕了这对狗男女，但还是冷静下来，把手机恢复成原样。许晨阳围着浴巾走出，在镜子前打量自己。宝贝，吃了这肉，我感觉浑身是劲儿。是吗？我没看出他有什么异样，还是那副被酒色掏空的身体。试一试不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？我还没洗澡，你等我一下。许晨阳目送我进了浴室，还吹了个轻佻的口哨。我关上了浴室门，确定他看不到我的动静后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。昨晚临睡前，母亲塞给我这瓶药。拿着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多年，觊觎苏香居的人数不胜数，看我是个寡妇就想吞了我的店。你要把这家店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母亲让我在许晨阳吃完酥肉后，把这包药下给他。我追问母亲这包药的来源，她却只字不提。母亲说的没错，这家店不能有任何外人来染指。我在浴室里把矿泉水拿了出来，拧开盖子倒下了粉末。快点，宝贝，等不及了。刚吃了油腻的东西，先喝点水。许晨阳接过我手中的矿泉水，随意喝了几口，就放在了枕头边。他伸手把我揽入怀中，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机屏幕却闪了闪。谁啊？没什么，群发信息。不回复没关系吗？管他呢，天大的事也没有和我的宝贝亲热重要。下一秒，我撩了撩头发，刚站起身，许晨阳歪了脑袋，不省人事。我把手放在他的口鼻处试探，还有呼吸。把他带回苏香居。那是什么药？他为什么会昏过去？你不是想知道家里的酥肉到底怎么做的吗？把他带回来。母亲挂了电话，我的一切疑问只能硬生生咽下去。我看向床上昏睡的许晨阳，按脑体重的悬殊，根本没办法把他扛下楼。我站起身，尝试去拖许晨阳的胳膊。奇怪的是，许晨阳身体变得轻飘飘的，我竟然毫不费力就能将他抱起。我按照母亲的意思，将许晨阳拖进店里，放在地上早已铺好的一块白色床单上。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得知苏香居的秘密，心脏不受控的扑通直跳。母亲起身走向后厨方向，打开壁橱门。母亲转身时，灯光照亮了她手里一把长长的尖刀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上前一步。妈！母亲走到我面前，将那把尖刀递了过来。这是……我看着母亲僵在原地，不敢去接，刀掉了地上。母亲俯下身，捡起地上的尖刀，又用手边的帕子擦拭上面的灰尘。你不是想知道家里的酥肉到底怎么做的吗？和许晨阳有关系吗？母亲用脚踢了踢许晨阳，确定他深度昏迷后，转过身朝后厨走去。跟我过来。母亲的身影消失在帷幔下，我迟疑了片刻后，也掀开帷幔走了进去。这间被母亲明令禁止进入的后厨，今夜终于对我敞开了大门。母亲走到案板前，手指按动暗处的开关，我听见咔嗒一声，右侧便弹出来一个暗柜。母亲从柜子里搬出一个铁桶，我看着眼熟，猛然想起，那就是前些日子我翻窗逃走时不小心踢翻的桶。眼熟吗？下一秒，母亲揭开了桶盖，我伸头去看，顿时倒抽一口冷气。这是？这就是酥肉的材料。
母亲当着我的面洗干净了手，又褪去了上衣后，才小心翼翼地从桶里取出了一块肉。原来脱掉上衣只是为了不让它沾染上污渍。这是肉糜花，我从没听说过。你当然没听说过，这是当年我怀着你的时候，在你父亲的老家得到的。父亲打我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母亲也对他闭口不谈。母亲倚靠在边柜上追忆起了过往。你父亲生于苗疆，我们偶然结缘，没多久就在一起了。你父亲带我回了他的家乡，那是西南边陲的一座小镇。你爷爷奶奶都很热情，让我在镇上多玩几天。后来呢？为什么我从没见过父亲？你应该听说过苗疆善用蛊，网上有这样的传闻，竟然是真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就在我们离开小镇的前天晚上，你父亲突然失踪了。说到父亲失踪的事情，母亲的语气带着轻微的战栗，似乎光是回忆都让她感到恐惧。我内心已经开始害怕了，甚至不敢再听下去。那天晚上，你父亲被朋友叫去喝酒，我本想跟着去，但当时刚怀上你，还是决定留在家里。可是，一直到了后半夜，你父亲都没有回来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和你爷爷奶奶把整个小镇都找遍了，依旧没有找到你父亲。他就像是蒸发了，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。那些酒友呢？他们难道不清楚父亲的下落吗？母亲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在一起，像是在极力的忍耐。他们一口咬定你父亲喝完酒就回家了，其余的事情他们也不清楚。那时我刚怀上你不久，悲痛欲绝，险些流产。母亲说，父亲那些酒友心里有愧，纷纷上门来安慰母亲。其中有个女人给母亲送来了一碗参汤，就是那碗参汤。参汤里下了毒。送汤的那个女人名叫崔格，和你父亲是青梅竹马。那时的母亲悲痛欲绝，没有任何防备就接过了那碗汤。等母亲喝完，跟崔格道谢时，却发现崔格的目光里别有深意。城里的女人就是比我们这儿的单纯。什么意思？母亲不明白他是何用意，崔格就已经站起身，把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。我和郑哥青梅竹马，你凭什么进来横插一脚？你不用再等郑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这味道很熟悉吗？你把他……母亲喝下情敌崔格送来的汤，以为丈夫遭遇不测了，然而实际上……别紧张，我又不是什么疯婆子，我不会杀了他给你煲汤的。那这汤是什么？汤里有郑哥的血。你不知道我们苗疆最会用蛊的吗？你怀着他的孩子，喝了这个汤，从今以后，你和你的孩子永远别想再见到他。从那天起，每当我想提起他，都会头晕目眩。那是什么蛊？太恶毒了。我不知道。你爷爷奶奶知情后，叮嘱我，你父亲的事情绝对不能告诉你。可这和我们家的酥肉有什么关系？母亲看向案板上的肉糜花。你爷爷奶奶为了我以后的生活能有保障，千辛万苦从边陲找来这种散发异香、可入药也可食用的稀有植物。这种植物真有回春的效果吗？原本是没有的。你奶奶是蛊女，她用一种蛊虫和这植物相恋，才有了奇效。原来奶奶是蛊女。回春不过是附加的作用，她主要的目的是寻找你的父亲。吃过它的人身上都会带有特殊的味道，你父亲身上的蛊闻到这味道就会被唤醒，指引他回来。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但是这些到底和许晨阳有什么关系？母亲走到案板前，用刀尖指了指肉糜花。这蛊寻人要用血养，20年了，我和你父亲的联系越来越弱，我的血已经逐渐失去作用了。那用我的呢？我是他女儿。没用的，你们连面都没见过，光靠血缘是不行的。说到这，母亲语气一转。但是我找到了和你父亲有关联的血液。你是说许晨阳？母亲说在许晨阳身上闻到了父亲的味道，决定利用他找到父亲的踪迹。这时躺着的许晨阳转醒了，挣扎中踢倒了垃圾桶。快去把他绑起来！我不敢犹豫，在母亲的指挥下把许晨阳绑了个严严实实。许晨阳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被绑，开始剧烈挣扎，喉咙里发出呜咽声。我扯下他嘴里的布条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快把我放了！我没有理会他。母亲手持尖刀走向许晨阳。别过来！母亲蹲下抓住他的胳膊，划开一道血口，用白瓷碗接住血液，走回厨房。玉儿，求你放了我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从许晨阳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显示着婷婷宝贝的未接来电。玉儿，你别误会，是崔婷婷一直在纠缠我。啊，她纠缠你？那你现在就跟她说清楚，让她别再骚扰你了。玉儿，都是同学，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吧？闭嘴！母亲先开为慢，神色有些激动地冲我点了点头。许晨阳果然和我失踪的父亲有接触。母亲她走到许晨阳面前。阿姨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们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啊！我问你，认不认识一个叫陈振华的人？许晨阳被绑在椅子上，母亲正逼问他关于父亲的事。这时，崔婷婷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母亲看到照片后眯起了双眼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许晨阳脸色煞白，冷汗直流。阿姨，您听我解释，是他一直纠缠我，我心里只有月儿一个人。闭嘴！你要是还想和月儿在一起，就让他现在过来，当面说清楚。
许晨阳心心念念的都是苏香居，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到手的鸭子飞走？当下便同意了母亲的要求。我把手机拿到许晨阳面前，崔婷婷，你现在来苏香居一趟。现在什么事儿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肯定是好事儿，快来就是了。我挂了电话，许晨阳看向母亲，阿姨，月儿，你们现在能给我松绑了吧？急什么？母亲拖着把他藏到大厅的角落，然后把店门开了一道缝。这个崔婷婷有问题。崔婷婷很快就到了苏香居门口，但她绕了半天，迟迟没有进门。许晨阳的手机又响了，我直接进去吗？里面怎么黑漆漆的？直接进来，快点。崔婷婷从门缝挤了进来，她刚进门，店门哐当一声锁上，大厅的灯瞬间全亮。崔婷婷吓得尖叫，看清店里是我和母亲后，才稍稍松了口气。你们好，我是许晨阳的校友崔婷婷，他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她的眼睛在店里四处扫视，母亲一步步向她走去。你就是苏香居的老板，还挺年轻的。母亲一把抓住崔婷婷的右手腕，用力将她的袖子撸了上去。崔婷婷的手臂上一道暗红色的藤蔓印记暴露出来。你和崔格是什么关系？母亲在崔婷婷手臂内侧发现了一个暗红色的藤蔓印记，那是仇人崔格的家族印记。母亲的手因用力指节发白，她盯着崔婷婷的脸。你认识我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找了20年都找不到崔格，居然就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爸妈知道我来这家店，半个小时后如果还没回去，他们不会放过你们。崔婷婷疼得龇牙咧嘴，还有功夫放狠话，我忍无可忍，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母亲凑近崔婷婷，你是崔格的女儿，那你的父亲是谁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要报警，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母亲上前一步，我再问一次，你父亲到底是谁？我父亲叫陈振华，他没得罪过你们吧？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嗡鸣，几欲昏厥。母亲红了眼，手指用力蜷缩在一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该不是当年追我爸没成功，因爱生恨吧？我妈可比你年轻漂亮，他们是模范夫妻，琴瑟和鸣。崔婷婷还想嘲讽，被我一巴掌扇过去。我把崔婷婷和许晨阳绑在一起，拖到后厅。灯光下，我发现母亲眼里多年的期意散去，只剩疲惫和隐忍。我坐在母亲身旁，握住她的手。当年我和你爷爷奶奶找了几天几夜，都没有任何结果，没想到居然……妈，父亲也许是被崔格那个贱女人下蛊带走的。店外有人敲门，声音砰砰响。一个穿着灰白色呢子大衣的男人轻轻推开了门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来打扰，我女儿来你们店里了，我过来接她。来接崔婷婷的男人没有看清我们的容貌，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。请问有见过我女儿吗？他的声音温柔儒雅，是我想象中父亲应该有的声线。我抬起头，男人逆着光，落在我眼中是一片光圈。母亲的身子微微颤抖，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。你还记得我吗？男人看向母亲，眼神里带着错愕。您是苏香居的老板吧？我听说过您。母亲闻言，眼中盈满了泪花，身体摇摇欲坠。我赶紧上前扶住她。你是在西南边陲出生的吗？是的，但我没回去过。我夫人说那边已经没什么亲人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女人快步走了进来。郑哥，接到闺女了吗？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？我怎么能放心？崔格走到我和母亲面前，身体一僵。崔格，好久不见。角落的崔婷婷听到声音，开始呜咽挣扎。你们把我女儿怎么了？男人想冲过去，被我伸手拦住。先生，别着急。大晚上把我们家闺女拘在你店里，信不信我报警？你去报吧。话音刚落，店门咔嗒一声落锁。崔格拿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无服务。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信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陈振华，我和你父母找了你20年，你倒早就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母亲不再看他，目光转向崔格。他不懂，那你呢？20年了，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亲，可他完全不认识我，甚至连母亲也不记得了。崔格冷笑走到母亲身侧，贴近母亲的耳朵。20年了，楚秀，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不过你比我想象中的狼狈多了。自己寻找多年的丈夫和别的女人相拥而眠，心里不好受吧？这个贱人，怪不得会教出崔婷婷那样的货色。我劝你赶紧把我闺女放了，她爸可是个女儿奴，小心他砸了你家的店。那就试试看吧。崔格正得意，身体突然栽了下去，旁边的男人也要扶着桌子才能勉强支撑住身体。等他们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捆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了。4个人坐成一排，场面看起来有种诡异的滑稽。崔格率先醒来，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后，对着我们破口大骂：贱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在郑哥身上下了同心蛊，他早就忘了你们，他只爱我。母亲不理睬，从暗柜取出燃烧的香炉，让青烟在陈振华面前缭绕。他会想起来的。想起来又怎么样？我和他有10几年的夫妻情分，我们还有个女儿，他不会丢下我们的。母亲不紧不慢地走到崔婷婷面前，捻起崔婷婷的发梢，放入了香炉里烧，头发化为焦灰。崔婷婷不是振华的女儿，那又怎么样？
养了这么多年，石头也该捂热了。母亲摔碎香炉，惊醒了角落的许晨阳，他一脸惊恐，不敢动弹。如果让他知道你骗了他这么多年，他还会爱你吗？振华的父母找了他10几年，到死都没有得到半点音讯。你说他想起来后会不会恨你？那又怎么样？老东西死了就死了。当初要不是他们阻拦，我早就和振哥成亲了，哪需要这么麻烦？话音未落，父亲猛地睁开了眼，眼神恢复了清明。母亲上前一步，身体微微前倾。振哥，你醒了，想起我了吗？父亲的目光在母亲脸上停留许久，似乎唤醒了尘封的记忆。楚秀，20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回响。母亲握住了父亲的手，泪水哗哗的流。陈振华环顾四周，父亲看到崔格时，眼神只剩下憎恶。振哥，我们才是夫妻，我们还有婷婷。闭嘴！陈振华转向母亲和陈月，先给我松绑。母亲冲我使了个眼色，我起身给她解开了绳索。绳索落地，父亲抓住我的胳膊，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我。楚秀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是，月儿是我们的女儿。都长这么大了，我的好孩子。父亲转身看向角落昏迷的崔婷婷，眼中闪过心疼。楚秀，我知道崔格骗了我，可婷婷是无辜的，我养了她这么多年。他说着就要去解开崔婷婷身上的绳索，我瞬间明白了，抄起一根擀面棍，快步上前，对着他的后脑就是一棍。陈振华捂着头转身，一脸震惊，跌在地上。我扔掉木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别装了，爸爸。我看着地上那个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男人，他是我的父亲，但他又不是。别装了，爸爸。你从来就没有被下过蛊，对吗？孩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因为奶奶不允许你练蛊，更不准你娶蛊女。孩子，你在说什么？奶奶自己就是蛊女，她知道蛊虫对身体的伤害，所以即便你再三央求，奶奶也不同意。所以你找到了爱你的崔格，利用了他的蛊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的仕途应当是平步青云吧？可笑！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直接和崔格私奔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因为你先爱上了我妈，但你深知蛊女的力量，无法割舍下对权力的渴望。我继续盯着父亲，他的脸煞白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是心甘情愿跟着崔格走的，你根本没有被下蛊，所以爷爷奶奶的蛊术并不能吸引你回家。你就这样让我妈傻等了你20年。我转身看着母亲，妈，其实你也早就察觉到了，对吗？母亲垂下了眸，叹了口气，不再言语。崔格听到这里，双眼通红，癫狂大笑。我真傻，以为你爱我，不嫌弃我跟别人有孩子，到头来都是利用。陈振华，你这个混蛋！崔格用力挣扎，身上的绳索被挣脱，他朝地上的陈振华扑了过去。混乱中，崔格的身体撞到墙角的天然气管道，接口处开始漏气。母亲迅速抓住我的手，从后窗翻了出去。我们身后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火光冲天，热浪夹杂着玻璃碎片扑来。苏香居被火焰吞噬，夜空被映成了血红色。